晋升天地，执掌诸天万界，是无数修仙者毕生的职业。然而，自荒天地作化，万年沧海桑田，仅再有一人能够登临天地尊位，直到一个叫楚风的下界修士出现。岳父何不再与我共饮一杯？回想当年，我就是在此地向妙儿求婚，向天地立誓结为道侣，转眼竟已100年了。楚风，不必了，既然是在这里开始，那今日也在这里了结吧。妙儿，当真要走到这一步？父亲，我一日也忍不下去了。妙儿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了结？楚风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为什么？100年前你我同为结丹境，我看你天赋优异，这才同意和你结为道侣。如今我已是神武境中间，而你的实力竟然不涨反退，还是一只结丹境蝼蚁。你这种废物，怎配做我的夫婿？李妙，若不是我强闯天地秘境为你搜寻天才地宝，怎会伤及本源，导致境界大跌？你这些年的修炼资源，有多少是我楚风拿命换来的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这些难道是我逼你做的吗？不过是你自我感动罢了，你还好意思说出来？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你。还有你那个废物儿子楚云木，才炼气境初期的实力，没有一点修行天赋，培养他简直是在浪费资源。母亲，李妙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云木也是你的儿子。我林妙没有这种废物儿子。飞烟，把你的修为显露出来给这废物父子俩看看。遵命，娘亲。什么？你突破了？开麦境？飞烟，你怎么突破的这么快？是萧叔叔教我的。萧叔叔，你是何人？在下灵府新任幕僚萧静，见过姑爷。哦不，马上就是前姑爷了。萧静大人只是指点飞烟1、2，便能使他实力突飞猛进。这些年你都教了他什么？飞烟乃是万中无一的无垢通明体，如此天赋却险些夭折在你的手中。楚风，如林小姐所说，你确实不配做她的夫婿。我只是偷着在她的饭菜里掺了2颗自创的破镜丹，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，得到了林家的赏识。哼！萧静，你可知无垢通明体需要稳打稳打，前期突破太快，无异于拔苗助长。够了，楚风，你不要再找借口了。你本是一介散修，却顶了我林家圣王府赘婿的帽子近100年，我林路遥也算对得起你了。这个世界实力为尊，你却没有丝毫长进。既然妙儿要与你解除道侣身份，老夫劝你不要闹得太难看。你如果想要补偿的话，只要条件合理，我林路遥可以做主。原来如此。检测到宿主当前情绪波动极大，请问宿主是否做好准备突破，成为诸天万界唯一一位天帝？系统，先不急，我叫楚风，我说谎了，我并不是结丹境修为。几十年前，我在一处天地秘境中与妖族战斗时，重伤未死，意外觉醒系统，修为可直达天地境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天地养成系统，请问宿主是否做好突破成为天帝的准备？系统突破成天帝，但由于妻子林妙实力低微，我若直接突破几个大境界，会导致见证道侣誓言的天地同心所破裂，从而对妻子本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放弃了。我隐忍数10年，压制修为，换来的竟是今日这般羞辱。楚风一定是因为我提出和他离婚受到的打击太大，精神错乱了。不过可以理解，你这个废物，离婚之后哪还会找到像我这样神武境实力的道理？楚风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若是你有那么一丁点自尊，现在就应该同意离婚，解除天地同心锁。难道要等林胜动手逼你吗？你们不用气我，天地同心锁我自然会解开，但有件事我要事先说好。林妙，既然离婚了，我就不可能再要你。日后，哪怕是你跪下来求我，我都看不上你。楚风，别做白日梦了。你在我的眼中与蝼蚁无异，还跪下来求你，你也配？希望你说到做到。我楚风同意离婚。我林妙自愿与楚风解除道侣身份。既然婚约已经解除，
是时候晋升天地了。如你们所说，这个世界强者为尊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。出发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结丹、神武、圣王乃至准帝，一步一重天，老夫可是圣王境中阶，距离准帝不过一步之遥。你所谓的实力，在我眼中不值一提。服气盛叫年轻人吗？系统准备突破。这是禀告宿主，检测到当前不是在天地秘境当中，晋升天地的能量波动过大，会导致世界崩塌，系统将强行中断突破。系统不带这么坑的，我牛逼都已经吹出去了，你让我怎么收场啊？吓我一跳，原来是个样子货。刚才这气势，不知道还以为你要晋升天地呢。刚才那股气息，一定是我的错觉。楚风，刚才的事我不与你计较。既然离婚了，就带着你这个废物儿子赶紧滚！母亲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哥哥，做人就要认清现实。既然你和父亲一样是废物，不如走得体面一点，免得留在林府浪费资源。楚飞燕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今天我就代替父亲教训你！逆子！够了！什么？楚风他只是结丹境的废物而已，怎么可能挡下我的攻击？难道他调用了全部的力量？母亲，你刚才竟然对我出手！徐墨，我们走。楚飞燕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。父亲多虑了，3日之后便是1000年一次的青云仙试，届时会有上界大能来检验所有少年修行者的实力。我楚飞燕身怀无垢通明体，定然会一步登天。日后我光耀9州之时，若是想起昔日旧情，或许会赐给你们一个在仙宗打杂的活的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楚风，你都听到了吗？离开了我林家，你们就准备好在这个世界自生自灭吧！记住你们今日所说的话。既然林妙已经离婚，我若能得到她的青睐，攀上林家这高枝，简直前途无量啊！检测到宿主已身处天地秘境，若宿主想要突破，请直接吩咐系统。父亲，离开了林府，我们是不是无家可归了？傻孩子，天地广阔，何处不可为家？和父亲一起被赶出来，委屈你了。孩儿不委屈。既然那个蛇蝎心肠的夫人抛弃了我们，她便不再是我的母亲。父亲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刻苦修炼，将来为您讨回公道。好小子，有血性！我儿云木果然有大帝之姿。虽然云木天生根骨极差，但是我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。父亲，你这是？云木，记住，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停止运转体内周天灵气。我要借助天劫余威，为你法骨洗髓，将你打造成古今第一的万劫不灭体。什么？天劫？难道父亲要突破了？整个过程会很痛苦，但我会护你周全。云木，你相信父亲吗？相信，无论什么样的痛苦，孩儿都能忍受。好，为父不但要让你参加3日后的青云仙试，更是要让你力压万界天才，夺得魁首。系统开始突破。检测到宿主下达突破指令，系统提前恭贺宿主晋升为诸天万界之主。天地异象，父亲，你到底突破到了什么境界啊？林妙、林路遥，你们至今都不明白，被你们抛弃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。待我成功晋升天地，你们今日的所作所为，将会成为永生难忘的悔恨。苍穹开一线，龙吟震九霄。下界竟然有人晋升天地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古月苦修100万年，也只达到了准帝层次。太初龙吟，这是人族晋升天地之象。自皇天帝作化后，已经有万万年无人达到这个境界。这到底是谁？这竟然是太初龙吟！啊，新的万界之主诞生了！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苍穹开一线，龙吟震九霄。古往今来，
唯有成功晋升天地的强者，才能引来如此异象。没想到我们所在灵气稀薄的下界，竟会有些如此大能。哼，刚和楚风那个废物离婚，便能亲眼见证如此盛景，看来这段姻缘早就该断。马上就是青云仙逝了，这位天帝极有可能身临现场。你身怀无垢通明体，若是能够入他法眼，往后仙途便再无阻碍。娘亲放心，我的根骨可是世间顶级的存在，定能在青云仙世上夺得魁首。不知这位天帝是否有道理？我灵佑的姿色，放眼整个仙界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。若是能够攀附上如此强者的话，便可以在这诸天万界肆意横行。寂灭天雷！云木，闭上双眼，好好感受体内的灵力运转。我的骨头好像要裂开了，好疼！只有晋升天地才会引来的寂灭天雷，虽然被我的护体灵力已经些许90%，但云木只是练气境，他现在一定很难熬。云木，撑住！有我为你护道，法骨稀碎，必然万无一失。竟然凝结成了本源神经，云木的万劫不灭体成了。下界竟然有人晋升天地，不过这金色灵气为什么跟猎人的灵力如此相似？是你吗，楚风？通传大长老，天宫一切事务由他代理，我要即刻前往下界参加青云仙试。圣爷，您之前不是说在下界有一桩情缘未了，此生不会再去了吗？这次不一样。恭喜宿主成功突破至天地境界，从今往后宿主可正式畅行万界，独掌乾坤。八荒难浩然，一气伏龙魂，万气归一。收纳了9霄龙气，我才算是名副其实的天帝。我竟然到开脉境了，而且体内灵力充盈，比过去强上几倍不止。父亲，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到底突破到了什么境界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日后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不过今日之事，也要替父亲保密。在云木还未成人之前，我晋升天地的事情绝对不能暴露，否则会被牵扯进诸天万界的复杂争斗之中，承担巨大因果。父亲放心，我绝不会向外人透露半分。如今你已经身怀万劫不灭体，就随我在这天地秘境中巩固修为，待到3日之后的青云仙试上，你楚云木的名字必将响彻整个仙界。妖族魅灵平时最喜压轴登场，出尽风头，没想到此次仙试到的比我还早，莫非和3日前的天地异象有关？禀尊上，属下已经探查过，下界这股天地气息出现的突兀，消失的已彻底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与本座推测一致，此等天骄大概率是散修，若非我道中人，只怕会危及天庭地位。哼，如此看来，3日前晋升天地的人族天骄绝不是古月，否则这个蠢货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。飞燕，如此盛况千年难遇，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时机。娘亲放心，飞燕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飞燕今日定能大放异彩。如果那位新晋天帝到场的话，我便有了接近他的机会。小姐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飞燕这3日在你的教导下，实力又精进了一成。灵圣过誉了，是飞燕小姐自身天赋卓绝。若早知这老家伙看不出破镜丹的痕迹，我当初就该多加几颗。恭迎玄河天宫圣女将千若仙子驾到。天宫圣女，她向来不理下界俗务，之前每次仙试都是委托大长老玉虚这人出席，今天竟然亲自到场了。江千若，我记得上次见他还是在3万年前的千宗盛会上。真是第一次见啊！这就是千若仙子，当真是仙界绝色，风华竟然还要盖过妖族魅灵一头。传闻他已经有万年未曾下界了，这次仙试没白排啊！二位，久违了。千若仙子竟然亲临，此番仙试可谓蓬荜生辉呀！万年未见，妹妹的神采倒是愈发出众了呢。这个狐狸精，她定是为了探查3日前那个新晋天帝的身份，在魅灵姐姐面前，倒显得黯然失色了。
看来此次仙事倒是比我想象中的要热闹。我此番下界，无非是想印证心中那个答案罢了。好强的灵力啊！又是哪位圣王境前辈驾临？这股气息是圣王境高阶，没想到下界灵气如此稀薄，竟也能诞生这等修士，当真难得。楚风，真的是你，好久不见。你醒了？你先放我下来。我的灵力刚才在救你的时候耗尽了，无奈只能亲自将你抱出来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刚才是你从妖兽手中救了我，为什么你的灵力没有被秘境规则压制？这个嘛，我自有我的办法。既然你醒了，那我就不久留了。还不知恩公叫什么名字？楚风。我叫江千若，是上界玄河天宫圣女，今日的恩情我一定会报答的。原来是千若仙子。不必，叫我千若就好。楚风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不如随我去往上界天宫一叙。不必了，我妻子还在家中等着我呢。秘境中的玄机阁草我已经拿到了，我妻子的境界必然能再精进一番。原来他已经有妻室了，看来是我多想了。千若，我先告辞了。等等，我还没有问你到底是什么修为呢？难道比我的准地境界还要高？几十年过去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。是楚风，他这身灵力暴涨得如此诡异，究竟修炼了什么邪法？哼，装神弄鬼，一个纸老虎而已，也敢来青云仙氏现眼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楚风，你刚和林小姐结婚，竟还有脸踏足此地？就凭你身边那个练气期的废物儿子？这里是天才教技之地，不是给你带娃游玩的地方。趁早回去吧。什么？他离婚了？哦，原来他就是那个被林家扫地出门的废物啊！据说他当了100年赘婿，修为不进反退。看来这身圣王境气息也不过是强撑场面罢了。哎呀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以圣王府林家的实力，就算养条狗，100年过去，修为也该长进了。父亲，这些人当真可恶。云墨，无需在意他人目光。静，你身负万劫不灭体，唯有实力才是打破一切偏见的最好方式。父亲，我懂了。萧劲，你当真聒噪！莫说你才刚踏入圣王境，即便你是圣王境高阶，我杀你就像屠狗一样轻。什么？这个废物周身的灵力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悍？楚风，别吹牛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是虚张声势而已。哼，这下界当真有意思，不如在仙事开始之前，我陪2位看一出好戏，也缓解一下修行的苦闷。你们人族最是擅长挑起是非，也罢，本座在上界1000年，也是无聊得很。哼，不知从何处得了这些助长气息的邪法，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。楚风，你来参加青云仙事，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，就算你死缠烂打，也是没用的。哼，是啊，看在你曾经是我父亲的份上，我劝你们不要自取其辱了，否则我在试炼中遇到楚木的话，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楚飞燕，就算只使出3成实力，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楚飞燕，你可以不认我这个父亲，但我要劝告你好自为之。若你执意要像你母亲一样愚蠢，终有一日会追悔莫及的。楚风，你够了！本座竟不知从何时起，这青云仙市成了逞口舌之力的地方。竟然是他！几十年前在秘境当中，我刚刚觉醒细胞，系统爆发出的强烈波动，竟意外打破秘境线，救了他一命。没想到今日还能相见。哎呦，哎呀，当真是啊，对呀，今日当真一见呐！帝者为压，圣王和准帝只隔1境，灵力相差却如此之大。奇怪，江千若向来轻冷，今日为何会管这下界俗事？古月，你觉得呢？本座也不知，万年未见，他简直判若两人。晚辈见过圣女，
我的前夫楚风离婚之后仍然贼心不死，想要对我死缠烂打，不想竟然惊动了你。住口！究竟是谁胡搅蛮缠？你当本座的眼睛看不见吗？这个圣女息怒，我辈不敢。让我当众受这种屈辱，都是因为楚风那个废物。好一个圣王府林家，区区圣王境，便想要在下界一手遮天了吗？娘亲，请圣女勿怪，饶过小女这一次。管好你的女儿和门客，再生事端，本座绝不轻饶。是，多谢圣女。楚风让我当众出丑，你马上就会像一条狗一样跪在地上。楚风，好久不见。啥？什么？这个废物竟然和圣女认识，他凭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楚风一介散修，是什么时候攀上玄和天宫的高枝？谦若仙子，我早说过了，不必和我这么客气。什么？楚风竟然当着我的面和别的女人这样！这就是你的儿子吗？很可爱呢。姐姐，你好漂亮啊！真会说话，和你那父亲一点都不一样。楚风就是一个被我抛弃的废物，他凭什么？原来如此，他们竟然认识。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？哼，我倒是从没见过圣女这样，看来她和那个下界修士关系不简单。谦若仙子，既然这几人惹你不快，倒不如让本座直接将他们赶出仙室，也落个清净。冯老，遵命。不必，这几人我已经教训过了。若是再将他们逐出，倒显得我玄和天宫仗势欺人，坏了仙室规矩。待到仙事结束之后，我还有话对你说。既然是你的儿子，无论资质如何，我玄和天宫都要了。谦若，倒不必。既然下界天骄都到齐了，本座觉得此次青云仙事可以开始了。也好，按照仙室规矩，这第一道测试便由本座出题，以检验下界少年的天赋。哇，此乃本座亲手炼制的9重天诀塔，塔内自成空间，蕴含威压与幻境，只有15岁以下少年方可进入。登临5层者为及格，可站在王座之下，进入下一轮。能登临6层者，可谓天赋异禀，有机会成为上界外门弟子的资格。若能登上7层，便是世间罕见之奇才。本尊愿亲自培养。现在仙事开始。我先来。想不到我萧炎得家族倾力培养，竟然在第3层便被塔内灵力排斥出来。寒力天纵之姿，竟然会止步于第4层。云墨，去吧，不必遮掩，将你的本源灵力尽数释放，登顶青云仙室，只是你仙途的第一步。明白。楚云墨，他竟然也想要进入灵塔，他身上是什么古怪灵力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和他那个废物父亲一样，只会故弄玄虚，恐怕连第1层都过不去。飞燕，帮娘亲争口气，只要你登上第7层，刚才我们林家丢掉的面子就全都找回来，还能得到上界仙尊看成。放心吧，娘亲，我会让那个废物知道什么叫做云泥之别。这一届青云仙事太让本座失望了，此方世界竟没有一个能入得了本座的眼。你看，不是第6层亮了，竟然真有妖孽能够登上这一层。是飞燕，你果然没让娘亲失望。哼，羡慕吧，楚风。可惜她已经不算是你的女儿了。然是方才那出闹剧的其中一位，不过天赋倒是堪称上乘。哼，只有天赋算得了什么？我族修行向来重视心性，若心性顽劣，就算天赋出奇，也早晚堕入邪门外道，祸乱仙界秩序。圣女言之有理，
还得等所有比试都结束之后再下决断。你们人族就是麻烦。小友，这边请。哇！我朱燕就让你们这些人族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。竟是我妖族中人，看来即便是下界，我妖族依然实力强悍。哈哈哈，竟能从本座的灵塔第7层出来，面不改色，此等天赋堪称下界第1人了。没想到这届仙世竟然被妖族压了一头，这在以往从未出现过。本尊的脸要往哪儿放啊？古月，如今再无少年入场，依我看，这第1轮比试可以结束了。也罢，本尊宣布，第1轮比试。等等，还有人未参加测试。为什么我每次进入灵塔时总会遇到阻碍？连门都进不去，还来参加什么仙事？果然是万中无一的废物根骨，连灵塔都拒绝让他进入，丢人现眼！我早就应该将他抛弃。楚云墨，你何必自取其辱呢？唉，本以为能有点惊喜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哈哈，圣女，此子连本座的灵塔都进不去，说明他的根骨极差，实属万年难遇的下等。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。仙尊说的有理，他周身那灵力光晕驳杂混乱，我修行100万载都未曾见过，想来是根骨烂到了极致。绝对不会！再等等，他楚风的儿子怎么会是庸才？也罢，那本座就卖圣女个面子，再等10夕。若10夕之后他仍无法入塔，第1轮测试便就此结束。云墨，不要调动全部灵力，在进入塔中之后再释放不迟。啊，这次竟然没有排斥，装模作样。才点亮第1层。哇！他怎么这么快啊？好小子，我人族丢掉的场面都被你找回来了。无论你后面表现如何，本尊都愿带你回上界天庭，赐你一场造化。不可能，他明明就是个练气境的废物。什么情况？初燕可是我刻意安排在下界的妖族俊杰，怎会被别人抢了风头？什么？我这8层，这座灵塔自从被本座炼制以来，就从没想过能有人登临7层之上，所以第8层的灵力限制我并未在意，想来应该是第7层的10几倍之多。什么？如此天赋，即便在上界也是寥寥无几。不愧是他的儿子。9层，是9层，万不为意的9层啊！不可能！灵力反噬，这9重天绝塔与我心神相连，唯有试炼者的天赋潜力远超于我，才可能引动此塔核心入灵，导致反噬。这小子究竟是什么妖孽啊？不对，难道是他？古月，你没事吧？平白无故调用灵力做什么？无妨，此塔与我心神相连，第9层的灵力又太过刚猛，我怕伤了这小子，这才分出一部分灵力压制你儿，调动了大部分本源灵力，才压制住我这股灵力反噬。我已经有数万年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。本尊乃天庭之主，世间竟然有人的根骨会在我之上！哇，这是这是天地异象。难不成云木的万劫不灭体在第1轮测试就要暴露了吗？也不知道这对他是好是坏。这怎么可能？楚父的儿子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天赋？难道是老夫看走了眼？不会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是楚云木用了什么特殊手段，引来了天降神法。灵力波动竟然消失了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消失了，
我说的没错，楚云木这种废物，怎么可能担负这么强大的因果？哼，楚云木，恐怕你此时已经魂飞魄散了吧？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五岳仙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的灵塔没有反应了？那个孩子不会有事情吧？相信我，一切都安然无恙。我现在100%确定，我在九重天诀塔内所留下的灵力限制，已经被这小子尽数吸收了，而且整座塔身和我的联系，竟然也越来越淡。哼，没想到云木出山后的第一道机缘，竟是以这种方式得到的。楚风，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紧张？好像这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你自身的修为究竟达到了什么层次？出来了！什么？真让这小子活着出来了！恭喜古月仙尊，你们人族又有一位大能横空出世了。此番前来下界，真是让本尊收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呀！这怎么会？古月，你这是什么手段？为什么收回灵塔，我却感受不到你身上的灵力波动？灵塔为什么不受我控制了？明明我没有调动一丝灵力。蠢嫡境强者所炼制的灵塔，竟然轻易被他的身体吸收了。按照道理说，他此刻早该爆体而亡了，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竟然尽数吸收了我留在塔内的灵力，逼得九重天阙塔强行认主。完了，这下玩大了！没想到你小子连吃带拿，连灵塔也失手吸收了。古月好歹是天庭之主，这让他面子上怎么能挂得住啊？不过，不愧是我楚风的儿子，才开脉境就有如此胆识。仙尊，你这是……好小子！自从本尊的九重天阙塔炼制以来，便无人能够登临第9层，如此根骨，甚得本座赏识。这灵塔便是本座赠予你的一道机缘。这第1级高阶灵塔，是多少人几辈子都求不到的机缘，竟然在第1轮测试就被随意抛了出去。这一切当真不是在做梦？那楚云木若真有如此天赋，为什么在我林家10几年默默无闻？古月，这可不像你啊！按照青云仙市的规矩，奖励要到所有比试结束之后一起发放。难不成你是看他天资出众，想要一早就将他纳入天庭？此子天赋异禀，不能以常理论之。至于他何去何从，完全发自他的本心。望妖祖能明白，本尊所做一切都是为了这诸天万界无数生灵，没有任何私心。凭什么？这明明应该是属于我的机缘！楚云木这个废物，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？这个铁公鸡，我平日管他借一件法器都推三阻四，今天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不愧是古月仙尊，这风采，这气度，好帅呀！我也不想把这般宝塔给他呀，是他硬生生抢走的呀。如果把实话说出来，那我这个天庭之主的脸要往哪里放啊？原来是这样，多谢仙尊赏赐。这个古月还蛮会给自己找个台阶的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师承何门何派？我叫楚云木，一介散修，自幼跟随父亲修炼，无门无派。什么？无门无派？哎呀！云木，好名字。不出10年，楚云木这个名字将会响彻诸天万界。没有师门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父亲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能教出这样的儿子？
这不可能是真的！楚风，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？这些年耗费了我林家多少修炼资源，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无门无派？这小子就是个白眼狼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林家自己说要斩断和我们的一切关系。何况这些年，林府众多天才地宝都是我楚风一人从秘境中带回。林胜这句话倒是显得有些可笑。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夺得青云仙士第1轮的榜首只是个开始。楚风，你这便是楚风的父亲，一介三修，倒是气宇轩昂。好，楚云木，你之天赋堪称万古罕见，本尊宣布，第1轮你为魁首。多谢仙尊。我不承认！他楚风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教出这样的儿子？一定是用了什么邪法。仙尊，此子赢得不明不白，应当彻查。没错，我作证，他几日前还是一个废柴，一定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。楚风，你竟然敢在青云仙士上作假！现在向3位尊上承认一切还来得及。放肆！本尊下的决定，什么时候容得你们反对？你们的意思是，这个孩子在灵塔内使用了不知什么手段，骗过了一只脚踏入地境的古月，是吗？这个叫楚风的人族修士有点意思，面若平湖，宠辱不惊，还长得一表人才。待稍后仙事结束之后，一定要找个机会结交一下。本座刚才给你们林家的教训，还不够吗？晚辈不敢，请圣女息怒。楚风这个废物到底做了什么？凭什么圣女每次都想着他说话？这个女孩和你们是一起的，对吗？这是最后一次，若是再有下一次，本座会将你们所有人逐出青云仙室，和你们有关的一切弟子取消参赛资格。什么？请恕女恕罪，我知错了，还望圣女不要牵连到我的女儿。哼，圣女说的就是本尊想要说的，希望你们林家能安分守己一点，一个圣王境，一个神武境，你们还不够资格入本尊的眼，懂吗？凭什么？我林家本该是这次仙事全场的焦点。没想到圣王府林家竟然也有一天会当众出这么大的丑。你日在下界作威作福惯了，竟敢质疑仙尊，真是颜面不够长啊！小姐别急，楚云木只不过是侥幸而已，他绝对过不了第2关。你们也有今天，父亲，我早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各位安静。对于修行者而言，天赋与根骨固然重要，但与之相比，能决定一个修士走多远、站多高的便是心性。若无强大的心性，即便天赋高强，也极易堕入邪谋外道，祸乱整天。所以这第2项测试便是比试众弟子的心性。哇，这是什么宝物？从散发的气息来看，竟不弱于古月仙尊刚才所抛出的灵塔。在圣女没来下界之前，以往心性考验都是玉虚真人动用灵力制造幻境，没想到圣女竟然有如此宝物，不知怎么使用。此物乃我玄河天宫至宝玄河幻心珠，诸位请看，此乃玄河问心梯，心性不坚，急于求成，境界虚浮者，在攀登之时必会受到逆流之水的阻碍。相反，越是境界夯实、稳扎稳打，即便修为低下，也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越高。一炷香内，能攀登至黄色的试炼者，方可晋级。
现在，请第1轮晋级者站到天梯下方。好高啊！好高呀，这天梯真的能爬上去吗？如此甚好，我妖族修炼功法与人族不同，讲究的是尽满自缢，节节高升。此次我定能夺下2轮榜首。我辛辛苦苦提升到开脉境高阶，已是同龄人翘楚，竟然要比试心性。云木的万劫不灭体乃寂灭天雷淬炼而成，根基理应无比扎实，但他毕竟在3日前才完成蜕变，境界提升过快，这天梯专克虚浮，不知他能否适应。投机取巧之辈，终究难登大雅之堂。这问心一关，看他还如何嚣张。飞燕身负无垢通天体，根基稳固，又有萧劲大人悉心指导，此轮必能拔得头筹。那是自然。坏了！楚飞燕吃了那么多破金丹，境界全是堆上去的，底子虚得跟纸糊的一样。这问心梯简直就是他的克星，万一被发现，林家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现在第2轮心性比试正式开始。什么？我陈明安在倒悬山苦练剑术数载，为何境界还会虚浮，经不起逆流河水的冲刷？这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被楚云木甩下？看来我的担心多余了，这第2轮榜首，云木也未必没有机会。什么？为什么飞燕跨不上天梯？这怎么会？谁能想到此次测试竟然会检验心性？我得随时准备开溜了，真是可惜了林家圣王府内的大好资源。原来如此。越是高速攀登，受到逆流河水的冲击便越严重。正是，修行者讲究一步一个脚印，若是只注重快速破境，往往爬得越高，跌得越惨。你我都是准地境界，应该比他们更明白这个道理。圣女，这问心梯我今日领教了。不好意思，这第2轮比试魁首恐怕是被我妖族收入囊中了。论心性，你们人族终究还是差了一筹。喂，你是叫楚云木是吧？这第2轮比试，只怕你要输给我了。你们的脚都被这河水缠住了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这逆流河水本就……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太慢。什么？快看楚云木，他怎么走得那么轻松啊？连那个妖族天才都被他远远甩开了。他该不会要拿下几万年未见的双世魁首吧？玄和天阶的威力本就清楚，他能如此先庭信步，除非他的根基扎实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。从踏上这玄河天梯开始，我便没有感觉到一丝逆流的阻碍，反而很舒服。我自认修炼刻苦，心智坚定，为何与他差距这么大？差点就凉了，还是不能急啊！这楚云木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害得我差点心境破裂。是我多虑了，历经寂灭天雷铸就的万劫不灭体，其根基之稳固远超常人想象。这玄河天梯于他而言，怕是如同平地。楚云木，
你不过就是一个练气期的废物，为什么心境这么稳固？为什么我明明是开麦境，怎么走的这么困难？我不能在这里被淘汰。第2轮比试快结束了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楚云木又是本场比试的魁首。双世榜首，在这以往仙世中从未出现过。楚风，你究竟是如何培养出这般出色的儿子的？为什么飞燕的武功通明体竟然排在了最后一名？若是飞燕在这里被淘汰，我林家便彻底抬不起头了。时间快到了，我还没有登到天梯前1/2，这可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只能硬拼了，赌一赌运气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完了，终究是功亏一篑，我还会回来的。什么？竟然用这种方式躲过本座的逆流河水？这是卑鄙！竟然踩着别人晋级！林家圣王府就教出这种货色！时间到，我成功了！呸！投机取巧，令人不齿。好丫头，有我当年的风范，看来为她吃破镜丹的事儿还能再糊弄一阵。刚才还对楚风和林家各持一词而无从分辨，如今经此事，足以见林家人心呐。规则并未明令禁止此法，飞燕机智应变，有何不可？就是成王败寇，能晋级就是本事。好端端的青云仙士，竟然被他们搞成了耍弄这些小心思的地方。倒是让我看了一出好戏，你们人族的心思果然比我们要复杂得多。竟然钻了本座所设规则的空子，此女心术不正。如果这样让她成功晋级，往后青云仙士如何负重？无垢通明体，一个多好的苗子，在你们林家的教导下，变味道。楚风，你少装蒜！别忘了，你在我林家是如何……小姐慎言。这楚风到底是怎么攀上上界天宫的？江千若处处找我的麻烦。第2轮比试结束，所有站在黄色阶梯上的弟子成功晋级，但是你要付出代价。什么？虽然你的所作所为不违反比试规则，但此轮比试重在心性，你得位不正，虽然侥幸晋级，但一切晋级奖励免除，并且5年内若无玄和天宫应允，不得进入上界。你明白吗？是，圣女大人。才5年不能进入上界，这种惩罚有点过于便宜他了。毕竟之前规则没有禁止这种做法，我估计圣女也有口难言罢了。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林家的女儿？我怀疑圣女就是故意的，她一定跟楚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让我们当众出丑。苗儿，住口！你还嫌我们林家今日的耻辱不够多吗？第2轮比试魁首为楚云木，由于连续在2场比试中夺魁，这一情况已有几万年未见，所以本次晋级奖励翻倍，待到3轮比试结束之后一齐发放。啊，这翻倍啊！多谢圣女大人。云木，不必这么客气。这个呆子。喂，楚云木，有点实力。我是妖族朱叶，加个朋友。朋友？哦，好。
等到这次仙试结束，我一定要搞清楚他实力迅猛增长的原因。谁都可以爬到我楚飞烟的头上，唯独他不行。既然前2轮比试都已经结束，妖族，该你登场了。妖族魅灵，比起我1000年前看到他的时候又大了不少。还呸！我说的是年龄。此生若有幸和如她这般的妖族女子结为道侣，即便修为跌到连7级，我也心甘情愿呐。我乃妖族魅灵，前2轮比了根骨，验了心性，倒是文绉绉的。可在这诸天万界，能让你站至最高处的，从来都是实打实的战力。否则任你天赋异禀，心智如铁，也终究是镜花水月，不堪一击。这第3轮便由本座主持，规则简单，战力对决。所有通过前2轮测试者，2抽签对战，胜者晋级，直至决出最终的魁首。让本座看看你们这些小家伙，谁的战力能配得上你们的天赋和心性。我妖族向来崇尚战力，今天我便让你们这些人族天骄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天赋，在实力面前不堪一击。哼，终于到这一轮，我们家飞烟可是开麦境巅峰，放眼全场也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。经此一战，林家丢掉的脸面便能全部被找回来，说不定还能让3位尊上改变想法，收回之间的惩罚。飞烟所修的无垢通明体，战力刚猛霸道，与妖族观念十分契合。若能得妖族看中，便能一步登天了。林胜说的极是，也是时候让某些人看看，靠弄虚作假得来的，终究不堪一击。小锦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给林家当狗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你用野路子教出来的徒弟，能撑几个回合？楚风，你此次比试正式开始。第1战，叶凡对战白小纯。半决赛正式开始，下一战3修楚云木对阵10号。楚云木，我劝你这一战尽量保留一点实力，不然决赛对上我可不会留手。那就决赛见。楚云木明明3日前还是一个废柴，他怎么配走进半决赛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知道他实力强悍，所以一开始就把底牌暴露了，没想到还是撑不过一击啊！为什么他的实力进展得这么快？这是开麦境高阶的气息。凭自身力量打到半决赛，甚至没动用任何底牌与秘术。难道他之前在我们林家一直隐藏了实力？此子心机深沉，真可谓难养也。唉，妙儿，你说我们当初抛弃他，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不会，这不会，一定是楚风捣的鬼。这股强悍的能量，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。他应该马上就要油尽灯枯了，一定是这样。有我云游万界的仙师曾预言，我日后必能独断万国，为什么竟会止步于此？这3日在天地秘境，我已经与云木进行了无数次实战演练，云木的战力在同境界里已是首屈一指的存在。我认输，3修楚云木胜！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太强了，承让了。哼，楚云木，你当真是给了我太多的惊喜啊！楚风，能教导出这般出众的儿子，你究竟是一个什么人？我对你倒是越来越好奇了。年纪这么轻的开麦境高阶实力，只要涉及到他的战斗，基本都是一招秒杀。不过他身上这股雷霆之力，
本尊却总感觉很熟悉。圣女，你是否也有一样的感觉？似乎和我晋升准帝之时所遭遇的九幽天雷很相似。这股力量远比九幽天雷更加精纯，此子资质出奇，简直亘古未见啊！下一站，妖族朱燕对阵圣王府楚飞燕，胜者进入决赛，和散修楚云木争夺榜首之位。这太厉害了，太强了！和楚云木争夺榜首，楚风那个废物究竟是怎么把他儿子境界提升至此的？小姐放心，只要飞燕能进入决赛，榜首之位便是我林家的囊中之物了。刚才在天梯上，就是你在我面前放肆吧？现在跪下认输，我就勉强留你一生修为，否则我今日就废掉你的根骨。好啊，楚飞燕，你知道我早就想揍你了。尸骨幽风，这是什么战斗手段？倒是并不常见。这是朱燕自身的本源灵力修炼至大成境界的体现。我们妖族讲究气体双修，虽然他现在修为低端，但天赋出众，以身化气，可让敌人分辨不出具体方位。别装神弄鬼，有本事出来！是没想到林家小女竟然也能进入半决赛，这会让多少刻苦修行之人寒心呢？无耻并不代表无能，此女的根骨有些奇特。他也就止步于此了。这个叫朱燕的妖族少年，实力可不容小觑啊！现在呢，楚飞燕还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吗？能进入决赛和楚云木一较高下的，只有我朱燕。输吧，是赢不了我的。这种攻击手段神出鬼没，同境界怕是很难有人能是他的对手，除非身怀某种侦查手段。朱燕的根骨乃是我们妖族万年没出世的幻影迷踪体，这一战已经没有悬念。幻影迷踪体主打的就是一个变幻莫测，让敌人难以琢磨。没想到今日能亲眼所见。你打完了吗？该我了！挨了我一拳还能站起来，倒是小瞧了你了。不过你的一切手段都是没用的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是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个妖族功法诡异，普通招数根本近不了他的身。这倒未必，看飞燕是在故意示弱，好摸清楚他的招式罢了。好戏在后头呢。楚飞燕，认输吧，你是伤不倒的，这样下去只会让你灵力耗尽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朱燕，你的路数已经被我看透了，接下来该我了。哇，这是什么招式？臭味好厉害啊！什么？这是造化神光？楚飞燕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先天灵力受到了压制？他竟然能释放造化神光，这是只有身怀人族先天圣体，并且将圣体之威能修到自身境界巅峰才会释放出来的力量。这股气息好熟悉，我好像在典籍上看到过记载。灵台自净，不惹尘沙；身若太虚，洞观幽霞。万般幻惑，不能避其真实。古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的感知不会错，此女竟然是人族10大圣体之一的无垢通明体。本座早有预感，只是不想承认，如此圣体竟然降临在了一个秉性不坚、心术不正之人的身上。什么？竟然是无垢通明体？不对，即便如此，他的灵塔内也才只点亮6层而已。
并没有朱燕的天赋高强，为什么能将朱燕压制到如此地步？万般幻惑，不能避其真实。这是无垢通明体特有的造化之力，当神光外放之时，会免疫同境界的一切幻境。竟还有这种造化之力！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你能看破我的幻影迷踪体，比我显香？我说过了，你的技能已经被我看透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将无处遁形。尸骨幽风！糟了，我的幻影迷踪体竟然失效了！什么呀？林家女竟然能压着妖族天才打！没想到此女竟然是人族10大圣体之一，这一战已经落下帷幕了。好女儿，没让娘亲失望。一切和你作对的人，你都要将他踩在脚下。不好！同辈之间切磋，竟然下如此重手！这一招已经远远超出了比试的范畴，他分明是想置我族天才于死地。此女不但秉性不正，而且内心狭隘，手段毒辣，绝非我正道中人。我认输！朱燕认输，楚飞燕胜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这一场也太精彩了！什么？认输后，飞燕的一拳竟然被截停了，太便宜那个妖族小子了。这一拳即便打不死他，也能废去他一身修为。哼，算你喊得快，否则今天我要你把命留下。风水轮流转，楚飞燕，记住今天。此女虽然天赋高强，但行事令人极其不喜。接下来进入到本场比试决战，圣王府楚飞燕对战三修楚云木。终于要来了吗？楚云木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实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。我奉劝某人把得意的嘴脸收一收，别等着一会儿自己儿子被打得四处逃窜的时候，再来哭着喊着求我林家手下留情。林妙，和我离婚之后，你真是越来越愚蠢了，就连挖苦人都选择这么低端的方式。按你的话说，难道是对我余情未了，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吗？楚风，你也只会逞口舌之力了。我知道你对我一直都心怀念想，否则怎会故意抬高自身气息？无非是想向我林家证明自己罢了。但是一会儿，当你儿子被打得跪地求饶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，什么叫做分手不留情。是啊，楚风，如果你现在当众跪下求饶，我或许还可以替你向林小姐求情，让你重新回到她的身边，在林府当个端茶倒水的世子。哼，蠢笨至极。哼，强弩之末还嘴硬。哎呀，我本以为楚云木能夺下30魁首，但如今楚飞燕竟然是无垢通明体，此战他怕是难以招架呀。我看未必，楚云木几乎每场比试都是一招秒杀，不到最后一刻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是楚云木，决战要开始了。楚云木，你靠着你父亲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邪法，侥幸拿下前2场比试的魁首，但这一战你会毫无还手之力。楚飞燕，又是父亲为了提升你的根骨，孤身闯入天地秘境搜寻灵宝，结果身受重伤。没想到他拿命爱护的，
竟然是你这么一个白眼狼！笑话，这一切都是他心甘情愿的，凭什么怪在我的身上？哼，你前几次比试基本都是一招秒杀，我估计你那个废物父亲留给你的邪法已经快消耗殆尽了吧？待会儿我会亲手揭开你身上虚伪修为的秘密，让你们父子俩成为此次青云仙世最大的笑柄。和你讲道理真是浪费口舌，我要用实力替父亲讨回公道。呀！哎呦，什么？竟然是气化虚蛇！按照典籍记载，这是只有将自身造化之力运用到极致的妖孽才能使出来的招数啊！竟然没有对他造成一点伤害！竟然连气化虚蛇都出来！古月，你觉得此战这两人各自胜算几成？之前我认为楚云木是有望拿下30魁首的，但此女竟能气化虚蛇。虽然不愿承认，我觉得楚云木此战没有胜算，但是她绝不是甘愿认输之辈。偏偏这个小丫头下手歹毒。冯老，做好准备，随时准备武力调停战斗。是。古月仙尊，我倒与你的看法不同。此战，楚云木必胜。圣女为何这么肯定？就因为他是楚风的儿子，他绝对不会败。圣女竟然对这个下界修士有这么高的评价，他究竟是何许人？楚风这个名字，马上就会名震万界。能得到玄和天宫这么高的评价，莫非楚风与我等一样，也是准地境界的修为？他不是。那我倒是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下界修士身上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？哼，楚云木，你也就这点本事了，和你这种废物周旋没有意义。一个回合之内，我要你跪在地上。本座修行100万年，也自认为见过无数天才。这灵蛇化形乃是造化之力所化成一条沐浴神光的灵蛇，眼内蕴含七彩，周身神光照拂，面目如此狰狞的灵蛇，倒是第一次见。仙尊莫不是忘了，这灵蛇化形往往是内心的一面镜子。灵蛇是什么形态，取决于修士自己。现在足以知道此女的心性是何等不端。这是不好，楚云木绝对接不住这一招，如此根骨不能被废。风老，准备出手干预。且慢，仙尊，我敢确保他万无一失。不信，你看他的表情。他居然在笑。楚云木一定有后手。哼，楚风，这下你还有何话说？待到你儿子的虚假修为被彻底粉碎，那时一切都晚了。就是，看到那条大蛇没有？多么威武霸气！也不枉我悉心调教飞燕小姐这么久。不愧是我自创的破镜丹喂出来的灵蛇，就连体型都比寻常的大了一圈。能让云木使出那一招，你们林家输的不远。什么？什么？道元名丹？只有结丹境的修士才会在眉心显现道元名丹。楚云木小小年纪，这怎么可能？道元名丹，难道这就是他的底牌？修行之路一步一天险，他小小年纪是怎么迈入结丹境的？什么？哇！快看啊！我这这
这股气息不是道元明丹，而是造化神光的一种。他眉心处的，竟然是本源神经。传闻，只有修行者的天赋达到了在诸天万界登峰造极的地步，才有可能将造化神光凝为实体，在体内结出本源神经。这种天赋自创世以来便亘古难见，本座修行数10万年从未遇到过。没想到传闻竟然是真的。楚云木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天赋根骨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原来他身上雷霆之力不是九幽天雷，而是万古难遇的寂灭天雷。若是古籍记载不错，他的体魄乃是万万年未现世的万劫不灭体。万劫不灭体？为什么我竟调动不了一丝灵力？这种窒息感好难受。楚飞烟，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今日我就废去你一身修为，让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这不可能！我去，飞燕竟然被楚云木一招击败了！妙儿，那楚云木眉心飞出的，竟然是本源神经。这小子是亘古罕见的万劫不灭体，而我们竟然将这种妖孽天才赶出家门，我们真的做错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楚云木明明就是一个被我抛弃的废物，他怎么可能是万劫不灭体？这不是真实的，我们一定在做梦！蠢货，就是你当初不听我劝阻，非要与楚风离婚，上天赐给我林家翻身的大好机缘，都被你这个畜生给搅黄了。万劫不灭体，这怎么可能？楚云木，不，哥哥，我知道错了，别废去我的修为，一切都是娘亲逼着我做的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饶了我，哥哥！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，饶了我，我可是你的亲妹妹。自作自受。哼，没想到千年没来下界，嘴脸这个词竟然在一个小女孩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楚云木，不能手下留情，你忘了他是怎么嘲讽你和你父亲的吗？就是，不要放过他。他踩着别人的身体作弊，通过第2轮测试，这样的人不配成为修行者。仙尊，是否要老朽出手干预？按照青云仙氏规矩，楚飞烟还没有认输，先不急。不要废了飞燕一身修为，否则我们林家这些年耗费的无数天才地宝便都打了水漂了。楚风，不，贤婿，能不能给老朽一个薄面，放过飞燕？云木已经赢下此场比试了，大可不必废掉飞燕一身修为啊！哼，你叫我什么？贤婿？我记得你亲口说过，我和你林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那是老朽一时被这个不孝之女蒙蔽。如果你愿意，老朽这就可以让你们复婚，我们继续做一家人。是啊，楚风，你内心还是喜欢我的，对吧？我承认我之前看错了你，能教导出云木这种天才，你怎么可能是废物？我可以同意和你复婚。林妙，我记得我和你说过，既然离婚了，我就绝不可能再要你。什么？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我了解云木的为人，他是我楚风的儿子，
和你们林家的卑鄙行事风格完全相反。罢了，毕竟是一奶同胞，我就留你一身修为。但你记住，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妹妹。此子不但天赋出众，心性也远胜过常人。战斗还没结束呢。什么？按照青云仙氏规矩，场上没有人认输，比赛继续。不好，哥哥，我还没有认输。云木，小心！什么？完了，来不及了！哎呀，刚才就不应该心软，留他修为呀！好手段，这丫头我没白教你。此女行事卑劣，本仙尊现在就废去她一身修为。仙尊不可！虽然此女手段令人不齿，但毕竟在规则之内。您乃天庭之主，一举一动都会牵涉万劫的巨大因果。仙尊息怒啊！若早知如此，我就不应该让他进入第3轮测试。楚风，我对不住你。为什么？他一点都不紧张。世人只知万劫不灭体，却不知道他为何唤作万劫不灭。楚雨墨，这下你还有什么手段？即便你也是10大圣典之一，还是要败在我的手下。楚飞烟，玩够了吗？没事啊，是楚云墨，他竟然毫发无伤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万劫不灭体。我明明看到他被击中了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什么？为什么你没受到一点伤害？我明明打中你了，这不可能！我刚才就不应该心软，你这种人是永远无法被教化的。这次我一定要废了你！不要！我认输！第3轮比试结束，3修楚云木胜。唯有这一次，我是真想亲自废掉我自己设定的规矩，这样简直太便宜此女了。仙尊息怒，您乃天庭之主，何必跟下界一个低阶修士动气？也罢，本尊宣布，此次青云仙试结束，3轮比试魁首分别为楚云木、楚云木、楚云木。哇，你真是厉害呀！是啊，3世魁首，在诸天万界已经有数百万年未见了。确实如此，距离最近的一个3世榜首，还是几十万年前一个叫做王腾的少年。没错呀，虽然当时诸天万界无数修士都认为王腾有大帝之姿，但也被埋没在时间洪流之中了。但是楚云木身怀万劫不灭体，前途不可限量呀！终究，我们林家还是一败涂地。楚云木怎么可能是万劫不灭体？他楚风只是一个资质平庸的散修，为何会有这般妖孽的血脉之力？诸位安静。楚云木，已为此次青云仙试比试魁首，每轮比试所奖励的丹药资源皆翻3倍。另外，上界任何一个宗门任你挑选，不知你可愿拜入我天庭门下？果然仙尊都开口了，
所有丹药资源翻3倍，就算喂一条野狗，恐怕这些丹药也足够将他推到结丹境了。何况是楚云木这般妖孽的少年王者。古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直接替天庭抢人吗？我看他作战时杀伐果断，明明更匹配我妖族功法。楚云木，你乃万万年难遇之奇才，我万妖窟愿意倾尽全力培养你。虽然人妖殊途，但古往今来也有无数人族强者修行妖族功法的案例，比如巨玄仙尊、星宿圣女，皆是以妖族功法踏入准地境界。我妖祖魅灵向你承诺，10年之内，你的名字必将响彻寰宇，铭刻在登天柱上。啊！什么？这妖族竟然愿意亲力培养一个人族少年，这简直更罕见呐！登天柱，那是只有战力达到世间第一，才能在其上留下名字。如今第1名还是已经作画的荒天帝，当时连古月仙尊都未能挤进前10之列，妖族竟然当众许下如此承诺。没用的，有楚风这般的父亲在，他岂能因为这般诱惑而动心？楚云木，现在是时候做出选择了。即便天庭和万妖窟都不合你意，上界也有无数适合你的宗门，也但讲无妨。禀尊上，我无意拜入任何一座宗门，只想在下界跟随父亲修炼。什么？他居然拒绝了！少年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可知道你拒绝的是何人的邀请？云木，谢仙尊赏识，但是云木心意已决，断不可能离开父亲，还望仙尊海涵。有意思，你这小家伙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你与父亲感情深厚，不愿分离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辈修士寻仙问道才是根本。你当真要为了自己的父亲放弃长生久世的机缘？我今天能站在台上得诸位仙尊赏识，全是父亲的栽培。人不能忘本，我楚云木更不想做一个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之人。好一个情深意重的少年啊！和你那一母同胞的妹妹比起来，当真是一个天一个地。圣女有何见教？既然这楚云木不愿意去上阶，我看也不必为难，将此次比试第1的奖励给他，就成全了他留在父亲身边的心愿吧。而且能把他培养得如此出众，让他待在楚风身边，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顾月，你有话不妨直说。圣女，这楚云木天赋实在过人，可他的父亲楚风不过是区区的结丹行为，若是让他就此在下界蹉跎，岂不是明珠暗投，白白害了一位未来的大帝？是啊，古月仙尊说的在理，楚风不过是结丹修为，如何能教导好云木？云木，你也不要再倔了，跟随古月仙尊去上界修行，娘可以做主，让你重回林家，认祖归宗。不愧是我林家的子孙。云木啊，你娘说的对，你有如此天赋，就应该跟着仙尊去上界修行啊。至于楚风嘛，他教导你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等此间事了，他就可以跟你一起回林家，我们还是一家人呐。你说是吧，云木？认祖归宗，一家人。娘，我念在自己这半生的林家骨血，唤你一声娘，可是在你心里，可曾把我视作你的骨肉？可曾把父亲视作你的丈夫？云木，你不要说胡话，你还小，娘不过是跟你爹闹着玩的。就算是凡俗夫妻，都讲究个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何况是我们这些修士呢？我跟楚风不过是吵了一架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胡话！哼，您当日在天地秘境想要抽出我血脉灵根的嘴脸，儿可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楚云木，你的家事本尊不感兴趣，不过既然你的母亲都开口了，那本尊觉得你应该随本尊一同去上界修行。古月，你想做什么？圣女，像楚云木这等天骄，就算不入我天庭，也应当在上界修行，
可不能在这灵气匮乏的夏季荒废时光啊！你们想强行掳人，若是楚云木记恨在心，你们将来要承担的可是一位大帝的怒火。等他成帝后，只会感谢今日的我们。楚云木，随本尊走吧。当着我的面想掳走我的孩儿，当我是死了吗？怎么回事？这楚风不过结丹修为，如何能挡下我的出手？难道是圣女暗中出手吗？楚风，古月仙尊看上了云木，对云木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。你自己不思进取就算了，还要连累自己的孩儿不成？是啊，楚风，云木拜入上界，你也能重回林家，两全其美的好事，你就不要自讨没趣了。我的孩儿我自会教导，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。好大的口气！你的意思是，楚云木跟着你，会比拜入天庭和我万妖窟更有前途？就凭你一个区区结丹散修？天庭、万妖窟，云木未来的成就，只会是你们不敢奢望的绝巅。大胆！楚风，你可知这里乃是青云仙室？你敢如此藐视上界仙尊大能，你有取死之道！圣女大人，您这是……楚风乃我故将，还轮不到你对他出手。奇怪，刚刚难道不是圣女出手？这个楚风有些古怪，且先观察一番。既然圣女你执意要护着她，今日我便卖圣女一个面子。楚云木，你既然不愿入上界，就留在下界吧。这古月仙尊，就这么算了？仙尊，我是云木的母亲，我能做主的。云木他只是被楚风给迷惑了，他愿意去上界的呀。仙尊大人，三思啊！本尊意已决，此事就这么办吧。既然古月都开口了，本座也不再追究此事了。古月这个老狐狸有这么好说话？这楚风一定有些古怪，带我下去好好调查一番。楚风，有圣女护着，算你走运。慢着，楚风，你还有何事？说抓便抓，说放便放。你们拿我儿云木，还有我楚风当什么人了？你欲如何？把本自青云仙室属于云木的奖励全部留下。另外，天庭需要拿出2份蟠桃，万妖窟需要拿出3滴祖树灵液作为赔罪。楚风，你是疯了不成？你可知天庭的蟠桃万年一成熟，就算是仙尊也未必能品尝几次。祖树灵液更是上一任妖祖作化后留下的无上至宝，整个万妖窟都只有5滴，你张嘴就是3滴。楚风，不要以为有圣女庇佑你，就能狮子大开口了。楚风，看来你是想与我万妖窟和天庭为敌呀。我本以为楚风已经回心转性，想不到还是这般不知天高地厚。妙儿，还好楚风刚刚没答应与你复合，不然我林家迟早被他害死呀。与你们为敌？哼，抱歉，你们太高看自己了。拿出赔罪礼物，我还能既往不咎，不然今日你们谁都别想离开此地。今日我不允许无人能踏出此方世界。劫云，他竟然引动了劫云！
他难道是想与我们同归于尽不成？天劫乃天道意志的体现，一旦被劫云锁定，强如仙尊也要九死一生。楚风莫不是当真要玉石俱焚？楚风，你这条疯狗！你一个结丹废物，死在天劫下就算了，竟然还想让我们给你陪葬！不对，这不是劫云，这是寂灭神雷，是地境才能触碰的领域。他到底是何人？哼，楚风，是我万妖窟对你失礼了，这3滴祖树灵液就当是我万妖窟的赔礼了。此事确实是天庭处事不周，这2份蟠桃就当我天庭的赔礼了。早这么识相，也没那么多事了。果然，这寂灭神雷根本不是他引来的，而是他自主控制的。竟然能控制寂灭神雷，他难道便是之前那位？难怪圣女如此青睐于他。妖族大人，祖树灵液如此宝贵，我们就这样送人了？住口！本座的决定不是你能质疑。楚风，我妖族一向敬佩强者，你的胆识我很欣赏，改日有空可一定要来我万妖窟坐坐呀。楚风，这是我天庭的昊天令，持此令牌，你就是天庭的贵客，将来有空可来天庭一聚。2位的好意我收下了，来日一定登门造访。青云仙事已然结束，我等也没了继续停留的理由，该回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为何古月仙尊和妖族要突然对他那么客气？他不过就是个结丹期的废物呀！妙儿，这……滚开！楚风，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你的。俗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夫妻，恩情何止100年啊！之前的一切，我都是受萧劲那个小人蛊惑，我还是爱你的呀。是啊，是啊，萧峰啊，我林家这些年待你不薄啊，我做主，今日你便与云木重回林家。你们看上的恐怕不是我，而是这个吧。楚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我往日种种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林妙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我早已恩断义绝。千若，之前多谢你出手相助，这份蟠桃就当做我的谢礼了。我没有做什么的，而且就算我不出手，你也不会有事。这蟠桃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向古月讨要2份蟠桃，一份是给云木的，另一份本来就是给你的。你若是不收，那就无用了。毕竟蟠桃与我已无任何益处。那道气息果然是你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跟你客气了。楚风，你带着云木跟我去上界吧。我知道你有本事，但是下界毕竟灵气匮乏，不利于云木修行。哪怕是为了云木着想，你也该去上界了。灵气匮乏，千若，那些都是过去式了。这是天门竟然开了！传说只有大地降世，天门才会洞开。看来前几日那震撼寰宇的动静，是真的有人突破了大地境。千若，如何？我还要带云木前往上界吗？果然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万事尽在掌握之中。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我要带云木去一趟灵山，让灵山用这祖树灵液给云木炼一副丹药。好，我随你一起去。楚风，我们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吗？林妙，我与你林家早就恩断义绝了，你若再纠缠不休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妙儿，那楚风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得了圣女的青睐罢了，你不必。滚开！若不是听信了你的蛊惑，今日那蟠桃本该是属于我的，怎么会被那个贱人夺走？妙儿，我……哎呀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当务之急还是去灵山求一副丹药，为飞燕疗伤。该死的楚风，给我等着！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
楚风，你之后要去哪？这祖树灵液还需炼成丹药才能让云木吸收，刚好有个小后辈许久未曾见过了，我好去找他叙叙旧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灵山。千若，你不回上界吗？上界事务哪里需要我一个圣女操心？所幸我闲来无事，就想多陪你在下界走走。爹爹，若姨一心作伴，你就成全了人家吧。你这小滑头，既然如此，千若，我们一起走吧。还望童子通传，林家求见。原来是林家贵客，还请速速入内。师门早有交代，林家乃我灵山贵客，不必等候。我林家在灵山还是有几分薄面的呀。一别多日，林圣王老当益壮，妙仙子风采依旧。见过灵妖大师。灵药大师，可还记得我？这不是萧敬萧道友吗？多日不见，道友修为又有长进啊。哪里，比不过大师。想不到萧敬竟然与林耀子有交情，看来守门的童子也是认出他，才对我们礼遇有加。妙儿，虽然楚风不愿与你复合，但我看萧敬也差不到哪里去，你也别一天到晚对人家冷着脸了。我知道了。不知几位此次来我灵山所为何事？实不相瞒，此次前来是为我的孙女求药的。飞燕她在不久前的青云仙事上被奸人所害，伤了根基，所以特来向大师求药。大师，飞燕可是我的弟子啊！此事我也略有耳闻，我灵山自当尽力医治。谢过大师。几位在此稍坐，我先去取药。灵山啊，也是有许多年未曾来过了。我也许久不曾造访了，就是不知道当代药尊还认不认得我了。见过圣女，拜见楚前辈，请随我来。师尊他已经恭候多时了。千若，你先带着云木进去吧。许久不曾来灵山，我也想四处走走看看。楚风，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想不到圣女也与楚前辈一同前来了，灵山真是蓬荜生辉呀！药尊，多年不见，你倒是越来越精神了。都是托了楚前辈的福啊！当初要不是他点化了我，现在我还是一株天地秘境里的灵植罢了，何来今日的灵山药尊呢？啊，对了，楚前辈呢？楚风说他许久未来灵山，想四处看看。这楚前辈要逛灵山，理应由我来引路，我这就去给他带路去。在那之前，你还是先完成楚风给你的任务吧。哎呀，这是万妖窟的祖树灵液。楚风让你将此物炼成丹药，助他的孩儿楚云木修行。既然是楚前辈所托，事不宜迟，我立刻开炉炼丹。那是什么动静？这是药尊的天地造化炉，药尊竟然亲自开炉炼丹了。距离药尊上一次亲自炼丹已经过去数千年了，想不到今日竟然为了飞燕开炉了。我和灵药大师不过泛泛之交，想不到他竟然能请动药尊炼丹。飞燕毕竟是我的徒弟，灵山上心一些也是正常。萧老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以后林家还要靠你呢。好说好说，林家之事就是我的事。还有那个楚风，迟早让他付出代价。哦，你要让我付出什么代价？
楚风，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我说灵山今日的灵气怎么浑浊了几分？原来是有聒噪的虫子混了进来。楚风，没有圣女护在你身边，你竟然还敢如此嚣张！楚风，你来灵山做什么？来见见老朋友，顺便取点丹药。楚风，你还以为你是我林家的赘婿呢？灵山乃是丹道圣地，也是你这种散修能求药的地方。楚风，你可知道灵山大师兄林耀子乃是我的至交好友？他为了给飞燕炼丹，甚至请动了药尊。此时此刻，药尊就在为飞燕开炉炼丹。楚风，像你这种结丹废物，恐怕这辈子也没第二次机会看到药尊开炉了吧？先前在青云仙市上，老夫给了你重回林家的机会，你自己没有珍惜。不过，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将祖树灵叶和蟠桃，还有青云仙市的所有奖励全部交出来，老夫还能允许你重入林家，当个伙夫杂役。你确定药尊是在为你们开炉炼丹？药尊若不是在为飞燕开炉炼丹，难不成是在为你炼丹？楚风，你还以为这是青云仙市，有江千若那个贱人护着你？我可警告过你了，楚风，林耀子是我的至交好友，你若是继续在这里纠缠不休，小心我通知灵药大师，叫你乱棍打出灵山。楚风，没了我林家护你，你还敢嚣张，可是在自寻死路啊！井底之蛙，夜郎自大。不过你们还真没有说错，药尊此刻正是在为云木炼丹。什么？不愧是祖树灵叶，这枚造化生机丹足以排进我以往炼制过的丹药中的前3呢。有了这枚丹药，足够云木的万劫不灭体更进一步，先帝道基更加稳固了。希望楚前辈能对这枚丹药满意吧。楚前辈来的突然，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实在是失礼啊。等会儿得好好想想该送些什么。你们还真没说错，药尊此刻正是在为我炼丹。楚风，我看你是失去疯了吧？就凭你区结丹期修为，也配让药尊给你炼丹？楚风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以往你在灵山获得的种种优待，都是因为你是我林家赘婿，而现在你与我林家已经没了瓜葛。楚风，这里可不是青云仙市，没了圣女护着你，不过是条路边野狗，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到底是谁不知天高地厚？一会儿我们便知道了。楚风，灵药大师已经回来了，你敢在灵山撒野，等着被逐出灵山吧。楚风，现在跪下磕头认错还来得及。跳梁小丑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我倒要看看等会儿谁是跳梁小丑。让几位久等了，这是几样能够修复道基的灵丹。大师，这些丹药可是出自药尊之手？自然，既然是给飞燕小姐疗伤的丹药，当然是师尊亲手炼制。师尊对林家之事一向上心。楚风，你也听到了，这些丹药可都是药尊亲手为飞燕炼制的，你可还有话说？楚先生也来了吗？晚辈林耀子见过楚先生。大师，你这是干嘛？为何对楚风这个废物如此尊敬？是啊，大师，楚风已经被我逐出林家了，他已经和我们林家没有关系了。什么？你们是说楚先生已经与你们没有瓜葛了？是啊，大师，楚风这废物这么多年都无法突破结丹期，根本就配不上我林家。早在数月之前，我就与他离婚了。那楚飞燕小姐她？楚飞燕选择了与他们同流合污，与我这个生身父亲已经恩断义绝了。好一个林家，竟然敢来我灵山坑蒙拐骗！
来人，给我将林家这几个败类逐出灵山！给我将林家这几个败类逐出灵山！这，大师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是啊，大师，我林家向来与灵山交好，来往了这么多年，怎么突然如此啊？大师，我不过是与楚风离婚了而已，不至于此吧？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蠢货，也不动动脑子想想，就凭你们区林家，也配让灵山以礼相待，也配让师尊亲自出手炼丹？那往日还有今天的那些丹药，那都是看在楚先生的面子上才给你林家的。什么？若不是楚先生出面，别说是让师尊出手，就算是灵山一般弟子炼出的低级丹药，你们也休想拿到一颗。可他楚风不过是个结丹期的废物呀！肉眼凡胎，不识真龙，将楚先生逐出林家，也就你们这些蠢货做得出这种事。楚先生，这几个林家的败类该如何处置？楚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求你了，回来吧！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。小风，过去都是我们误会了你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林家，你就是林家下一任家主。我不想见到他们，将他们赶出去吧。谨遵楚先生吩咐。楚前辈，您终于来灵山了呀！小树苗，多年未见，你竟已经是灵山之主了。若非楚前辈当年点化，哪来的今天的我呀？这里刚刚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禀告师尊，那林家实在欺人太甚，不仅把楚前辈赶出林家，竟然还敢打着楚前辈的名头来索要丹药。弟子已经将他们逐出灵山了。什么？竟然还有人敢得罪楚前辈！前辈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马上调集人马，今晚就让林家生死族灭。不过些许跳梁小丑罢了，不必理。我让你炼的丹药如何了？幸不辱命。好，事不宜迟。云木，你且上来。为父今日再为你的万劫不灭体添上几分火候。天地为火，身法作炉。楚前辈不愧是楚前辈啊！但这一手以炼丹之术锤炼肉身，我恐怕一辈子都学不会啊！楚风，你还是一如当年一般让我神往。妙儿，你没事吧？给我滚！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楚风会突然变化这么大？他明明只是一个连结丹都突破不了的废物才对。妙儿，你别着急，灵山说不定是看在圣女的面子上，才对楚风特别关照的。没错，妙儿，灵山肯定是给圣女面子才如此的。那是什么？天地为火，法身作炉，这是最顶级的炼体手法呀！不对，那法身的相貌为何与楚风如此相似？等等，他手心中的那是楚云木。云木，
感觉如何？前所未有的好，浑身灵力充沛，让我恨不得现在就找一头妖兽搏杀。经过楚风的锻体和生机造化丹的改造，你的万劫不灭体更进一步，未来成帝的路上只会是一片坦途。孩儿一定不会让父亲失望。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只要你能健康成长，为父就心满意足了。楚前辈啊，天色已晚，不如今夜就在我灵山休息吧，我给您安排住处。好，那就有劳了。楚风，睡了吗？千若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楚风，我好看吗？千若，你这是……嘘，楚风，你可知道，早在多年前你救下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对你情根深重了。千若，若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家室，我又怎么会去上界当这个什么圣女？这么多年，我在上界日日思念你，只盼着有朝一日能与你再续前缘，但你偏偏又是个专情之人。我本以为此生都没有机会了，但没想到灵庙竟然蠢到抛弃了你。千若，这么多年，苦了你了。只要你能待在我身边，哪怕再来千年万年，我也认了。楚风，哎呀，这都几天了，吞服了无数灵丹妙药，怎么妙儿就是不见好转呢？外公，娘这么多天一直念着爹的名字，恐怕想要救回来，只有把爹请回来呀。哼，就凭楚风在灵山的态度，怎么可能会愿意救妙儿？哎呀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现在先出去吧，让妙儿好好休息。楚风！明明这些天守在你身边的人是我萧敬，那个楚风不过就是运气好点儿，傍上了圣女的大腿而已，值得你这么惦记，连做梦都忘不了。好，灵妙，既然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林家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。哎呀，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呀！想不到那楚风一条臭鱼竟然也有翻身的一天。如今飞燕道基受损，云木被他蛊惑，妙儿又得了心病，我林家偌大的基业怎么就短短数日变成这样了呀？爸，楚风他回来了！啊，事到如今他竟然回来了，难道是回心转意了？快请他进来！小风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惦记着妙儿的。之前发生的事都是误会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林家下一任家主的位置还是你的。哦，误会。当日你林路遥把我赶出林家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哎，是我这个当爹的一时糊涂。你是不知道呀，自从灵山回来，妙儿就是茶饭不思，更是因为想你想出了心病，如今在睡梦中都一直呼唤你的名字呀。他心里还是惦记着你的呀。哦，林妙病了。正是，他就是觉得对不起你，想与你和好才病的。事到如今再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给过林家机会，是你们自己拒绝的。早知今日，又何必当初？那你今日前来是？我是来取东西的，那么我就告辞了。慢着，楚风，这枚簪子是故人所赠，特来寻回。今后我与你林家再无瓜葛。故人，我看是那位圣女吧。好你个楚风，
难怪不愿与妙儿和好，原来是在外面养了外室。林路遥，分明是你的女儿不守妇道在先，与那萧劲拉拉扯扯纠缠不清，如今还要来反咬我一口。哼，我只知道，如今我女儿卧床不起，而你却和那圣女在外快活，圣女又如何？勾搭有妇之夫，老夫一样要将此事宣扬出去，让上下两界都知道你们是一对狗男女。林路遥，我念在往日情分，才对你忍让再三，但你若是继续胡说八道，重伤我和千若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就凭你一个区区结丹期散修也好，既然你不愿意重归于好，今日我就拿下你，给妙儿医她的心病。起阵！楚风，今日你休想离开林家。楚风，今日你休想离开林家。就凭你也想拦住我？楚风，就算你离开林家后有了些奇遇又如何？老夫神武境巅峰修为，搭配上这林家的护族大阵，就算是圣王境强者来了，也要饮恨。圣王境可拦不下我。早知道你肯定有底牌，毕竟傍上了圣女。不过老夫也早有准备，你就没有察觉到这屋内有股不同的味道？林路遥，想不到你如此丧心病狂，竟然还下毒！哼，兵不厌诈。楚风，这神仙醉，就连圣王境强者中了，也要灵气溃散，数个时辰内与凡人无异。用来对付你一个结丹期，还真是大材小用了。今日，除非江千若那个贱人亲临，不然无人能救你。我说过，你若是继续重伤我和千若，就休怪我不客气了。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想着维护那个贱人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等我拿下你治好了妙儿，就当着全天下的人把你们的破事说个清清楚楚，让全天下都知道，所谓的圣女江千若不过是个勾搭有妇之夫的荡妇。找死！你怎么可能？为何神仙醉对你无用？你结丹期的修为，神仙醉足够让你瘫痪才对啊！我说了，区区圣王境，在我面前可不够看。这是那日出现在灵神的法身，他竟然真的是你的法身。可是明明只有天地境才能显化身外法身才对呀，难道你猜的没错，林路遥，在你面前的就是自荒天帝作化后，万年来唯一踏入地境之人。啊！我林家竟然放弃了一位大帝！林路遥，这么多年你借着我当初为你布下的法阵，在下界耀武扬威，修为停在神武境不曾寸进，难怪林家这些年日渐式微。你说什么？这阵法明明是我林家组成的护族大阵才对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真以为就凭你林家祖先的能耐，能留下足以匹敌圣王境的阵法？你林家先祖不过也堪堪圣王境罢了，他若真有这本事，还会留在下界蹉跎？若不是我暗中为你林家加强了阵法，以你林路遥的嚣张跋扈，10条命都不够死。小风，爹知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爹的错，爹给你磕头。只要你愿意原谅林家，你要爹做什么，爹都愿意呀。林路遥，今日之后，我留给你林家的最后一份东西，也不复存在。不！我给予你林家的一切，如今都已收回。林路遥，今后林家何去何从，你好自为之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呀！
爹，我听到外面传来的动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苗儿啊，完了呀！我们林家完了呀！都怪为父糊涂啊！爹，你先别急，慢慢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苗儿，那楚风他……楚风怎么了？爹，市里确实有他的气息，可是他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他还是放不下我。不过想要与我复合，他至少要将祖树林业和蟠桃全部封上，才跪下来求我，我才会考虑。你不会答应他了吧？苗儿啊，那楚风是大地境修为，前几日那惊动两界的动静，正是他引发的呀！什么？就算是大地境修为又如何？他如此冷落我，想要与我复合，就要拿出诚意。苗儿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那楚风根本就不是来跟你复合的，他是来收回他为我林家布下的阵法的呀！他已经和那圣女江千若好上了，跟我林家彻底恩断义绝了。什么？哎，娘，你好不容易醒过来，千万不要激动啊！楚风是大帝，楚风是大帝，林妙啊林妙，你一心追求强者，却没发现他唯一的大帝就日日陪伴在你身边，你真是个无药可救的白痴！娘，您千万要谨守心神，万不可再病倒了呀！如今您就是林家的顶梁柱了呀！不行，我要去找他，我不信他不爱我，哪怕只有一点机会，我也要把楚风找回来。飞燕，扶我起来，我们去找你爹。当初宗门想要给我在下界安排这个仙府的时候，我还想着自己不会在下界久居，太过铺张浪费了。现在想来，还好当时长老们执意安排了下来，不然现在我们堂堂圣女和大帝在下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那有什么？大不了就在小树苗那里常住就是了。灵山的环境我也挺喜欢的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大帝还不是要吃你这个圣女的软饭？你要是想吃，我可以让你吃上10000年。10000年可不够，以大帝境的修为，你恐怕要让我吃到时间长河的尽头了。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圣女，有人求见。不见。今天就算是古月和魅灵来了，也别想打扰我和楚郎。那人执意要见楚大人，而且还说什么？还说若是楚大人不见他，他就在仙府外自杀，让云木公子身染因果，日后被心魔纠缠，永世不得突破地境。灵妙，又是这个女人。楚郎，如何？你可愿见他？事关云木修行，我就见上一面吧。不过我答应你，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。楚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可不是他那种蠢货，连你这么好的如意郎君都要嫌弃，才不会吃这种人的醋呢。乖乖等我回来。楚风，你终于出来了，你果然肯见我。林妙，我与你早已恩断义绝，你如此纠缠不休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不，楚风，我知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是我被萧剑那个小人迷惑才对你出言不逊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倾尽一切补偿你。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要第3个孩子吗？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哼，林妙，我当日就与你说过，日后无论如何，你我都再无可能，请你自重。爹，娘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娘吧。其实我最近也很想您和哥哥的，女儿求您了，您就回来吧。楚飞烟，你也不要再喊我爹了。你为了修行，不惜让你娘挖出你哥的灵根骨血，我楚风没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女儿，恕不远送。楚风，为什么？我已经为了你退让到这种程度，为什么你还是不愿意原谅我？
娘，我们回去吧。天下男人都是一个德行，这楚风才不配当我的爹。好，楚风，既然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了。楚郎，你为何不直接杀了这个女人，也好一了百了？不然她今日能用云木当筹码威胁你一次，就能威胁你第二次、第三次。这种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他就算有1000个、10000个不是，但到底是云木的生母，云木身上流着他一半的血脉，若是直接诛杀了他，云木势必遭到影响，未来的成帝之路会有不小的隐患。这好办，我有办法解决。此话当真？千若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哪怕我如今已是大帝，也不敢说一定能做到。楚郎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有一门神通，可助人洗骨伐髓，一脉换血。竟然有如此神妙的神通！我看那个女人不爽很久了，云木这么可爱的孩子，竟然流着她的骨血，实在是可惜。今日我便用这神通为云木重塑骨血。哼，楚风，无论如何，只要云木身上还流着我的血脉1天，你为了他就必须向我妥协。既然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了。娘，你打算做什么呀？娘要针对楚云木的血脉做一些手脚，以后有楚云木这张牌握在手中，就算楚风不愿意，也一样要保我林家千秋万代。娘，还是你神机妙算。楚风，还有江千若那个贱人，你们从我手里夺走的东西，我都要1000倍万倍的拿回来。这是无上仙体，五系俱全的混沌仙灵根，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爹，我有点紧张。没事的，云木。等千若为你替换掉林家那身骨血，我们父子才算彻底与林家划清了界限。好，爹，林家那样侮辱你，还那么多次想取我性命，我也早就不想要这一半的脏血了。今日之后，我们就与林家彻底分道扬镳。云木，上来，放松心神。这个过程会很痛苦，但是成功之后，只会让你未来的成帝之路更加平坦。云木，不要给我丢脸！爹，若依，你们放心，我楚云木今日就算是死，也要换掉这林家的脏血。很成功，云木，恭喜你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血脉了。不愧是千若的血脉，竟然直接让云木觉醒了五系俱全的混沌仙灵根。现在的云木，哪怕放眼时光长河，也是铜镜最顶级的那一批天骄了。这本来就是属于云木，或者说，是属于你的血脉力量。只不过之前云木被林家的低级血脉拖累，才导致神华内敛罢了。如今没了累赘，不过是绽放了原本就属于他的力量。云木，谢若依再造之恩。还叫姨？娘。哎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感应不到云木的血脉之力了？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云木的母亲了。你说什么？云木的血脉已经被我用神通替换，从今天起，云木与你再无瓜葛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不过说来也是可笑，林妙，你不是一直认为云木是比不上楚飞燕的废物吗？刚刚仙府内的动静，你应该也感受到了吧？你是说那五系俱全的无上仙体是？没错，就是你一直以来视作废物的云木，觉醒了10000年无一的无上混沌仙体。你以为是楚郎的血脉拖累了你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
是你林家，是你林庙那一身的骨血污染了楚郎的血脉，才会导致榆木仙体蒙尘，当了这么多年万人眼里的废物。都是因为我林家的血脉太低级了，怎么可能？娘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唤你一声娘了。你为了楚飞燕不惜挖我骨，取我血，还拿我当作威胁父亲的筹码。你如此作为，又可曾想过今日？从今以后，你我再无瓜葛，你好自为之。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爹回来吧，哥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还有你，楚飞燕，不要再叫我哥哥了，我没有你这么唯利是图、狼心狗肺的妹妹。不，云木，你别走，是娘错了，是娘错了。妙儿，这是怎么了？是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目光短浅，都怪我。爹还是不肯回头。不仅如此，那江千若还动用秘法，将哥哥一半的林家血脉给换成了他的。以后哥哥就再也不是我林家人了。这江千若和楚风简直欺人太甚！妙儿，你不要着急，千万不要再伤了根基了。为父会想办法的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那楚风已是大帝修为，楚云墨也大帝在望，更别提还有江千若那个背靠上界宗门的圣王境巅峰，我们林家还能拿什么跟他们斗？就算是大帝也有强弱之分，我林家还有底牌。父亲，我林家真的还能有抗衡帝境的底牌？几十年前，你与那楚风曾进过一处秘境探险，最后的结果是你昏迷不醒，楚风带着你从秘境里逃了出来，而就连楚风都不知道你从秘境中带出了一块残破的令牌。我记得那个秘境曾是荒天帝与安澜魔尊的战场，凶险无比。当初如果不是运气好，以及楚风舍命相救，我估计就葬身在里面了。没错，你带出的那块令牌正是安澜魔尊所留。其实这么多年，安澜魔尊一直通过令牌与我联系，想要林家助他突破荒天地的封印。安澜魔尊何等人物，只要安澜魔尊能出手，区一个后起之秀楚风，不过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只有安澜魔尊出手，什么楚风、江千若、楚云木都不过是蝼蚁罢了。可是爹，安澜魔尊可不是什么善类啊，若是解开他的封印，我们林家与堕入魔道无异啊。无毒不丈夫，是楚风那个忘恩负义的孽障，对我们林家步步紧逼，把林家害到了如今这个地步。江千若身为圣女，更是与他狼狈为奸。既然他们不仁，就休怪我林家不义。难道你不想报复这对狗男女？是啊，娘，外公说的对，是他楚风不仁不义在先的，他们非要我林家死，我们还和他们讲什么仁义道理？而且楚云木那个废物凭什么踩在我头上？我才应该是那个万众瞩目的天才。你们说的对，楚风、江千若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，哪怕要拉上不知多少人给你们陪葬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既然如此，妙儿，这唤醒魔尊的重任就交给你了，好让你一泄心头之恨。楚郎，你带我来这里是？我与此地的主人有一桩旧日恩怨要了结。哦，这秘境气息不凡，似乎曾有两位绝顶大能在此地交手，我甚至还能感受到他们的神通遗留下来的道韵。到底是何方神圣施展的神通，竟然能绵延如此多年？此地正是万载以前荒天帝与魔尊安澜交锋的最后战场。什么？此地便是万载之前荒天帝与安澜魔尊最后一战的战场。想不到这里竟然是那场决战的战场。正是在这个战场，荒天帝极致生我，将安澜魔尊镇压，从此独断万古，成就无上威名。荒天帝独断万古，确实令人神往。不过楚郎，你今日来此不是为了荒天帝吧？没错，我来此是为了那个被荒天帝镇压的绝世魔头。
安澜。安澜，是谁在呼唤无名？安澜不是应该被荒天帝斩杀了吗？你毕竟未知地境，在离他这么近的情况下，直呼他的名讳，自然会引来他的反问。离他这么近，楚郎，你的意思是？地境不死不灭，又怎会那么好杀死？尽管荒天帝独断万古，但他依然没有彻底磨灭安澜的神魂。那一缕神魂被他以无上法力镇压在了这秘境里。那楚郎你说的旧账，难道是？没错，正是要与这安澜算算。安澜，可还记得我？哦，小子，你是何方鼠辈，竟敢直呼本座名讳？有意思，想不到万载过去了，竟然还有人能踏足地境。小辈，你有资格与本座交谈，报上你的名讳。安澜，看来你是老糊涂了，记性不好了。数十年前，我们见过面。啊！你是那个打伤我的蝼蚁！你竟然突破了地境！看来你还没有老糊涂。数十年前，你欺我境界低微，实力不足，不仅打伤了我，还出言嘲讽，像猫抓老鼠般戏弄。如今我来找你算账。你这小辈倒确实不凡。数十年前，若不是你藏了一手，本座也不可能让你走脱，反而今日回来，成为了本座的心头之患。你后悔了？你害怕了？后悔？害怕？无知小辈，就算是当年的荒，也不能让本座心湖有半点波澜。就凭你这个万年后的后辈，也配让我后悔害怕？安澜，多余的废话只会凸显你的色厉内荏。今日就让我来称量称量你这位前辈的分。这是气灭神雷？怎么可能？一个小辈如何能掌握成帝之节？就连荒都做不到这种事。安澜，让我看看你这缕残魂在地劫之下撑过几轮吧。慢着，慢着！哦，你可是有话要说？这位大帝，俗话说得好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这一缕残魂，就算脱困，也不可能对你造成威胁。而且以你的实力，哪怕我达到当年的全盛时期，也不是你的对手啊！你又何必与我一般见识啊？你怕了？是的，小人害怕了。还请大人您高抬贵手，饶小人一条性命。罢了，今天前来本就只是为了给你一个教训，让你牢记，哪怕荒天帝不在了，这世间依然有人能只手镇压，免得你日后脱困，在凡间为非作难。小人谨遵帝君法旨，今后一定本分做残魂，绝不做任何危害苍生之事。金若，此件事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不愧是楚郎，竟然压服了连荒天帝都没有打服的安澜魔尊。